才哥哥怎么也没想到，他只是想给妹妹一个教训，把她送进监狱学规矩，却把那个满眼是他的妹妹给弄丢了。顾念初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娃娃，再也不会对他撒娇，更不会哭着求他安慰。这一刻他悔不当初，红着眼求女还在对自己笑一次。可是顾念初只是冷淡而又疏离地称呼他为顾先生。冰冷沉重的铁门吱呀一声开启，顾念初迎着刺目的光线走出牢笼。5年的折磨让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入狱时的衣服套在身上变得松垮，他拖着那条残废的腿，艰难地向前挪动。这时，路边一辆黑色宾利的车窗滑下，露出了顾廷宇那张阴沉的俊脸。他目光冰冷地扫过顾念初的腿，嘴角扯出一抹讥讽：坐了5年牢，怎么还这么爱装模作样？这句话就像一把冰冷的利刃，狠狠地扎进顾念初的心脏。自从15岁那年他从孤儿院被带回顾家，他就想方设法地讨好顾廷宇，可他却为了那个没有血缘的养妹，亲手伪造证据，把他故意伤人的罪名给定死。5年过去，他还是这么讨厌自己这个亲妹妹。顾念初强忍住心里的苦涩，假装没看见他，瘸着腿继续走自己的路。顾廷宇的脸色瞬间僵住，他竟然被他当成了空气。在他记忆里，顾念初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粘着他，对他百般讨好。他到家，顾念初会蹲下身给他换拖鞋；他疲惫，顾念初会贴心的为他按摩放松；他睡不着，顾念初会端来温热的安神汤。他忙得顾不上吃饭，顾念初就抱着保温饭盒在公司楼下风雨无阻的等他。顾念初在家里的那3年，连顾廷宇的老胃病都养好了。可自从顾念初一进去，他反而常常在半夜被胃痛折磨醒。今天听说他出来，他心里其实挺高兴的，甚至推了个重要会议专程来接他。他琢磨着，顾念初看见他肯定会激动坏了，也准备好听他哭着诉说这些年的苦。可他万万没想到顾念初会是这般无视和冷淡，他眼里的光和崇拜全都消失殆尽。一股莫名的失落感让他瞬间火大。顾廷宇死死攥着方向盘，手背青筋凸起，口气里满是压不住的火气。上车。话一出口，顾廷宇又有些后悔，语气不自觉地放冷了些。爸妈知道你今天出来，专门给你准备了接风宴。爸妈，多么熟悉又讽刺的2个字。还在孤儿院的时候，顾念初就总幻想若有爸妈，自己定是个被捧在手心的小公主。他日思夜盼，整整盼了15年。15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有了爸爸妈妈，还有个高大帅气的亲生哥哥。然而，那个被万千宠爱的小公主根本不是他，而是他们从小养大的假千金顾嬷嬷。顾念初心里冷笑，在这家3年，什么冷眼委屈没受过？既然不被待见，又何必回去自讨没趣？顾念初的步子很慢，但没有丝毫停顿。他那冷漠决绝的背影，像根针一样狠狠扎进顾廷宇的眼里。他心头那股无名火蹭的冒起，他推开车门，大步流星追上去，一把抓住顾念初的手腕，用力一扯：“你到底闹够了没有？”顾念初脚下一个不稳，整个人被拽得摔倒在地，那条断腿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看着顾念初的模样，顾廷宇彻底被点燃了怒火。装可怜装上瘾了是吗？别忘了5年前是你把顾月推下楼摔成了活死人，还想把锅甩给默默，蹲了5年牢还不长记性，看来是改造得不够。要不要我再送你回去好好学规矩？顾廷宇说完，粗暴地把他从地上拎起来，声音冰冷刺骨：“别以为坐5年牢这事就算翻篇了，顾月1天不醒，你的罪就1天没赎完，你还欠默默一个对不起。上车，我不想重复。”这些话听在耳里，顾念初只觉得可笑至极。他早就解释过，推顾月下楼的是顾嬷嬷，可没一个人信，全家都护着顾嬷嬷，明明他才是顾家的亲骨肉，可是他们却只信顾嬷嬷的鬼话。顾念初承认自己有罪，罪在不该回到这个家，更不该妄想那些本不属于他的温暖。他认错了，他也愿意改，他会滚得远远的，再也不和顾嬷嬷抢爹妈和哥哥，再也不在他们面前碍事。可为什么顾廷宇就是不肯放过他呢？他面无表情地挣开他的手，退后一步拉开了2人的距离。顾念初这种刻意的疏离让顾廷宇心头火起，可是满脑子都是他以前像条小尾巴似的粘着他的样子。他强压着火气，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跟我回家。”顾念初只是低垂着眼帘，似乎不愿意多看他一眼。顾廷宇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坐了5年牢，本事没长，脾气倒是不小。他正要爆发，耳畔却飘来一个清朗温润的声音：“初初。”顾念初的身体猛地一僵，死寂的心脏瞬间被狠狠揪住。就算5年没听过，他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他的竹马苏锦辰。男人磁性低沉的嗓音在他头顶响起：“初初，恭喜你出来了。”要是别人说这话，他或许会客气的回声谢谢，但这话从苏锦辰的嘴里吐出来，却无比的扎心。他最信赖的竹马苏锦辰，那位苏大律师，毕业接的头一个案子，就是给顾嬷嬷当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亲手把他送了进去。开庭前，他跟他说：“初初，嬷嬷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牢里的日子他熬不住的，你帮他顶了这个罪，好吗？”顾嬷嬷受不了，他顾念初就活该受得了，就因为他从小吃苦吃惯了，就得一直吃苦，就活该替顾嬷嬷背上这不属于他的黑锅吗？把顾家的真千金送进大牢，让他苏锦辰在海城一战成名。5年前，他刚出校门还带着几分志气，现在却已是海城响当当的金牌大壮，浑身上下都是精英范儿。他俩从小在孤儿院相依为命，虽不是亲兄妹，却比亲的还亲。有别的小孩敢欺负他，苏锦辰总会替他加倍打回去，还拍着胸脯跟他保证，有苏哥哥在，谁都别想让初初掉一滴眼泪。他还发誓以后要学法律当律师，谁敢伤他，他就把谁送进牢里。可后来呢？顾嬷嬷一次又一次的让他难过，他的苏哥哥却只会说：“初初，是你想太多了，嬷嬷不是那种人。”他就这样一句话把他给打发了。也是他亲手保护了那个伤害他的人，再亲手把他送进了铁窗。空气里一片死寂，苏锦辰脸上的笑意寸寸僵硬，却还是勉强扯出一个笑，向顾念初伸出了手：“初初，我来接你了。”他的话音还没落下，顾念初猛地扭头望向顾廷宇：“不是要回家吗？走吧。”他知道自己是躲不掉了。苏锦辰曾是他最亲近信赖的人，现在却是他最恨最不想见的人。与其面对苏锦辰，他宁可选择跟顾廷宇离开，起码这个哥哥从一开始就厌恶他。他刚回顾家的第1天，顾廷宇就警告他：“就算你和我有血缘，我心里也只有默默一个妹妹，你最好安分点，要是让我发现你敢欺负默默，
我绝对饶不了你。他从不曾给他希望，他便也不至于太过失望。在顾廷宇面前，他受到的精神伤害起码能降到最低，总好过被最亲近的人伤得体无完肤。监狱教会他一个血淋淋的道理：当你没权没势又没靠山时，只有想尽办法降低伤害，才能苟活下去。所以狱友们耍他，让他在毁容和扇耳光中选一个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在挨打和下跪之间选择，他就选择下跪；在喝马桶水和学狗叫之间选择，他选择学狗叫。他也曾拼了命的反抗，可反抗的越凶，换来的毒打就越惨。为了活下去，他扔掉了所有自尊，任人摆布。就算被丢进那群最凶恶的罪犯里，他照样靠着这身趋利避害的本事，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顾念初走向顾廷宇的黑色宾利，与苏锦辰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神情淡漠至极，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宽大的 T 恤拂过苏锦辰的指尖，那空荡的感觉不像擦过人体，倒像划过一个衣架子。苏锦辰的手僵在半空，那一刻，他感觉周遭的空气都凝固了，只剩下指尖冰冷空洞的触感。他的眼底闪过痛楚和落寞，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每一次搏动都带着钝痛。曾经顾念初的目光总是追随着他，里面装满了信任和依赖，可如今物是人非，他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是浪费。苏锦辰的嘴唇微微发颤，想要说些什么，却感觉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半点声音。顾念初坐进车后排，视线落在旁边的一个手提袋上，里面是一件洁白无瑕的礼服，即便看不见全貌，光是上面缀满的细碎钻石，就能猜到这件礼服有多么漂亮。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牛仔裤，自己从头到脚这一身，加起来都抵不过这件礼服的一个衣角。开车的顾廷宇还不忘敲打他：爸妈这5年为你日夜操心，头发都愁白了，回去后把你那套大小姐脾气收一收，我不想再看到你跟默默耍心机，让爸妈为难，只要你安分点。话音落下，却没有一丝回应。顾廷宇不耐烦地皱了皱眉：顾念初，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顾念初终于回眸看他，说出了出狱后最长的一段话：罪犯在监狱服刑，按规定可以会见亲属，每月1次，每次半小时到2小时。我在监狱5年，整整60个月，本该能见60次，可我一次都没等到。你说爸妈很想我，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探监？是忙得连半小时都抽不出来吗？他声音没什么起伏，可每个字都像锋利的刀子，狠狠扎破了顾廷宇的谎言。顾廷宇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心虚，想呵斥的话就这么堵在了嗓子眼。还不是因为你太难管教，爸妈不去看你，是希望你在里面能安心改掉坏毛病，他们也是为了你好。原来送他去坐牢，竟是为他好。顾念初只觉得可笑至极，一个字都懒得再跟顾廷宇说。很快，车就开进了陈家别墅的车库。顾廷宇看起来很是兴奋，他提起后座的手提袋，急匆匆的转身就走。没走几步，他猛然想起顾念初，身子一僵，在转过身时，脸上的尴尬还没来得及收敛，你回去换身像样的礼服，再去宴会厅。丢下这句话，他头也不回的走了。时隔5年，这个家对顾念初来说还是无比陌生，甚至让他觉得还不如孤儿院。在孤儿院，他住的虽然不是单间，但好歹是向阳的宿舍。可在这所谓的家里，他却只能住在2平米大的潮湿杂物间。推开房门，不大的房间里连扇窗户都没有，里面塞满了各种杂物。仅有的2件家具就是一张单人折叠床和一张旧书桌。顾廷宇让他穿得体的礼服，可他哪里有过什么礼服？他1年4季翻来覆去就一套高中校服，就连现在身上这套 T 恤牛仔裤，还是他假期打工挣钱在地摊上买的，2件加起来才19.9块。他记得顾廷宇曾紧紧皱着眉说：“你穿的这是什么破抹布？就不能学学默默，穿的大方得体点吗？赶紧脱了扔了，别穿出去丢我们陈家的脸。”可顾默默的体面哪一样不是用钱堆出来的？顾家人没给过他钱，也没给过他爱，却反过来指责他不够大方得体。到现在他也想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把自己找回来？难道就是为了让他当个陪衬？好显得顾默默有多受宠吗？当年的他还会因为这些不公而心痛，可现在的他已经不在乎了。在杂物间里扫了一圈，能让他换的衣服只有那套蓝白相间的高中校服。5年前，他明明收到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陈家夫妇却只给顾默默办了场盛大的升学宴，把海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请了过来。18岁的顾默默穿着上百万的高定公主裙，戴着镶钻的王冠，在陈家夫妇身边众星捧月，而他呢，土得像只丑小鸭，还在众目睽睽下被警察拷走。未来的5年在监狱度过，本该属于他的大学生活就这么彻底毁了。5分钟后，换好衣服的顾念初朝着陈家宴会厅走去，走廊上的佣人们都投来好奇打量的目光，这谁啊？怎么还穿着高中校服就来了？估计是酒店的服务员吧，看着像暑假来打工的学生。咱们先生夫人对默默小姐可真好，为了给她庆祝，连盛世酒店的主厨都请到家里了。一个佣人走了过来，不耐烦地催促顾念初，宴会马上开始，赶紧去换上制服，服务的时候机灵点，今天来的可都是海城的大人物。说完便扭头走了。顾念初瞬间没了去宴会厅的兴致，顾廷宇只说是接风宴，压根没提还请了外人。出狱又不是什么光荣事，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吗？5年前当着全海城名流的面被警察带走，如今又要在同一群人面前庆祝他这个劳改犯回家，这哪里是欢迎，这分明是要把他的脸皮扒下来示众，连最后一丝尊严都不给。心里的酸涩混着愤怒翻涌上来，顾念初刚转身想回房，就跟顾廷宇撞了个正着。他一看见顾念初的打扮，眼神里瞬间满是嫌恶，皱着眉就吼了起来：“不是让你换礼服吗？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顾念初刚张开嘴想解释，就被顾廷宇粗暴的打断：“刚出狱就给我甩脸子，现在回家了又想当着大家的面卖惨薄同情，装出一副我们顾家欠了你的样子，好让人觉得我们亏待了你。顾念初，你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他一边骂一边伸手就来抓顾念初，滚回去换衣服，别在这里丢人现眼。顾念初侧身一躲，顾廷宇直接扑了个空，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你还敢躲？顾念初抬眸看他，哥哥那嫌弃又不耐烦的眼神，他在陈家整整看了3年，每次对上这种目光，他的心都像被生生撕开，就算委屈的眼泪直打转，也只会被他讥讽一句装
装模作样。可现在再次看到他那满是厌恶的眼神，顾念初的心里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的好与坏再也掀不起他半点情绪波澜。顾念初抬起眼，神色淡漠疏离，目光却不卑不亢。我没有礼服。这话让顾廷宇的火气更旺了。没有礼服你不会去买吗？顾念初深吸一口气，这个男人对他的偏见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不管他说什么他都不会信，就算他哭着解释，换来的也只会是他的无端指责。顾念初只觉得心累，连解释的力气都没了，冷声吐出3个字：我没钱。顾廷宇的怒火瞬间在胸腔炸开。你在家那3年吃穿不愁，每个月卡里还给你打50万零花钱，3年下来就是1800万，这么多钱还不够你买几件像样的衣服。你故意穿地摊货，不就是想让外人看我们陈家的笑话，觉得我们苛待你吗？顾念初，做人别太自私，我们该给你的补偿都给了，你闹够了就适可而止，别太矫情。听完这番话，顾念初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被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盯着，顾廷宇竟莫名地感到了一丝心虚。你这么看我干什么？难道我说错了不成？顾念初心里冷笑一声，他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可顾廷宇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反倒激起了他心底的恶劣。余光瞥见有人正往这边走，既然要闹，索性就闹个天翻地覆，反正他早就没脸没皮了，什么都不在乎，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人，受不受得住这样的当众处刑。顾念初神色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我从未收到过公司财务打的钱，别说50万，50块都没有。顾大少想冤枉我，也该找个像样的理由。顾廷宇眼中的厌恶更甚，他冷笑着掏出手机，毫不犹豫地按下免提，要让他在众人面前无所遁形。帮我查查公司每个月给顾念初卡上打了多少钱。听筒里传来财务迟疑的声音：总裁，是大小姐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对方的语气却变得古怪起来。总裁，如果是顾念初小姐，那不用查了，财务部从未给她的账户打过1分钱。你说什么？顾廷宇的声音陡然拔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顾念初再不受待见，也是顾家人，怎么可能没有零用钱？他分明记得当初商议的结果是和顾嬷嬷一样，每月50万。不等他追问，财务便继续解释道：是夫人亲自交代的。他说顾念初小姐从孤儿院出来，眼界浅薄，身边朋友也都不三不四，怕她拿到50万零用钱会学坏，所以就给免了。顾廷宇听着这些话，大脑嗡嗡作响，零用钱免了，也就是说顾念初在顾家的那3年，其实1分钱都没有得到过。财务又补充了一句：对了，总裁，夫人担心顾念初小姐回来会让嬷嬷小姐伤心，所以把婉德小姐的零用钱提到了每月100万，作为补偿。这件事您应该知道吧？最后一个字落下，顾廷宇的喉咙像是被无形的手扼住，窒息感铺天盖地而来，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周围的宾客都听清了电话里的每一个字，亲生女儿分文不给，养女却每月100万地娇养着。这种炸裂的豪门秘闻，让看向顾家人的目光充满了探究与鄙夷。难怪顾念初穿得如此寒酸，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就算不在身边养大，但到底是顾家的真千金，亲生孩子1分不给，养女却每个月给100万，千娇万宠着。顾家能允许这么炸裂的事发生，想来这一家子也是拎不清的。顾廷宇只觉那些目光如针刺般扎在背上，一张脸羞愤的通红，他不愿相信，猛地转向顾念初，声音沙哑的质问：就算财务没给，爸妈也一定会给你。顾念初讥讽地勾起唇角，目光越过他，投向人群中面色发白的顾父顾母。顾大少，不妨亲自问问他们。顾廷宇的视线随之望去，带着最后一丝希冀：爸妈，你们给过他，对不对？顾父眼神闪躲，支吾着：我以为你们会给。顾母更是瞬间红了眼眶：初初，你怎么不早说呢？都是妈妈不好，妈妈要是早点发现，肯定会给你的。你要相信，妈妈对你和默默是一视同仁的。一视同仁。顾念初在心底冷笑，原来是他的亲生母亲亲自下令断了他的零用钱，转头又将省下的钱加倍补偿给了养女。如此厚此薄彼，竟还有脸说出这种话。他看着母亲身上华贵的衣饰，再想想自己从头到脚不超过100块的廉价衣物，只觉得无比荒唐。他们不是看不见，只是根本不在意。此刻这番惺惺作态的道歉，不过是演给外人看的戏码罢了。幸好他早已看清这一家人的嘴脸，那颗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淬炼的百毒不侵，不抱期待便坚不可摧。顾廷宇见他对母亲的道歉置若罔闻，让顾家在众目睽睽下颜面尽失，心中刚升起的一丝愧疚顿时烟消云散。他冷声呵斥道：长了嘴不会说吗？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谁知道你缺钱？你要是早说，还能少了你的不成？我说了。顾念初的声音很轻，却字字透着寒意，只是你们没当回事。顾廷宇眉头一蹙，刚要反驳，一段尘封的记忆却猛然浮现脑海。那是一个午后，他父母还有顾嬷嬷正围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顾念初扭捏地走过来，死死抓着校服衣摆，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才低声开口：爸妈，你们能不能给我5000学费？啪！顾廷宇一把将报纸摔在茶几上，钱，你就知道钱？你回到这个家就是为了要钱吗？他当时只觉得荒谬，明明已经让财务每月打50万给他，他竟然还狮子大开口要5000万。他自动将5000理解成了5000万，心中对他的贪婪厌恶到了极点。他记得自己当时很愤怒，默默月考拿了全校第10，你呢？考了第几？我第1。行了行了，倒数第1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他烦躁地打断他，完全没听清他的话。紧接着便是顾嬷嬷摇着他的胳膊撒娇，要一个10万的包包作为考进前10的奖励。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然后不耐烦地将还处在那里的顾念初赶回房间。记忆的最后是父母无奈的叹息，要是初初有默默一半懂事就好了。顾大少，想起来了。顾念初冰冷的声音将他从回忆中拽回，那一声声顾大少像利刃般割裂着他的心脏。他是他亲哥哥，不是什么大少，可他有什么资格辩驳？他沉着脸，恼羞成怒的嘴硬道：还不是因为你学习太差，考个倒数第1，你好意思要钱，我都不好意思奖励你。高中3年，我年年都是年级第1。顾念初的眸子越发清冷，他勾起一抹报复性的冷笑。也对，顾大少连我在哪个学校都不知道，又怎么会清楚我的成绩？顾廷宇如遭雷击，呆立当场。
你不是在盛辉高中？那是海城最好的贵族高中，顾默默就在那里毕业。他一直想当然的以为顾念初也在，他猛地转向父母，声音颤抖得厉害：“爸妈，顾念初回来后，你们把他的学籍迁过来了吗？”回答他的是一片死寂。顾府长红了脸，张着嘴却发不出一个音节。顾母更是嘴唇颤抖，满眼惊惶与无措。顾廷宇的脸色一寸寸变得惨白，过往对顾念初的所有认知，在这一刻轰然崩塌。那些他曾笃定的轻视与不屑，此刻都化作了最锋利的刀刃，狠狠地刺向他自己。他喉咙像是被人死死掐住，发出的声音异常嘶哑：“初高中3年，你到底在哪上的？”呵，多讽刺！他的人生被毁了，他才后知后觉地关心起他的学业。10年寒窗，他拼了命想靠学习改变命运，眼看就要触及梦想，却终究抵不过他们一句话的盖棺定论，将他轻易打入地狱。他本该有光明的未来，考上清北，读研读博，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导师，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努力的人。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最响亮的耳光，他没能成为想成为的人，反而成了一个背负污点的劳改犯。思及此，顾念初的指甲深深嵌入手心，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用一种近乎温柔的语调说出4个字：海城一中。海城一中只认分数不认钱，是海城所有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能在学霸云集的地方年年蝉联第一。他的实力不言而喻，考上清北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可能，你撒谎！顾廷宇情绪激动起来。一中在郊区，离家30多公里，以内是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话说到一半，他猛然噤声，一个可怕的猜测让他脸色瞬间煞白。顾念初嘴角的嘲讽愈发明显：我宁愿骑车，也不和顾默默一起上学，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学校。他看着顾廷宇震惊的脸，一字一句将那些被忽略的过往铺陈开来。我从不和你们一起吃早餐，因为一中6点早自习，我凌晨4点就要起床，骑2个小时车赶过去。我中午从不回家，因为那点时间根本不够往返，没钱吃饭，就只能喝水撑到晚上。好不容易回到家，你们早就吃完了，我只能吃剩菜剩饭，还要被你们说天生贱命，吃相难看，像饿死鬼投胎。初，对不起！顾母泪如雨下，哭得伤心欲绝。妈妈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顾念初静静地看着他，内心毫无波澜，毕竟我早就习惯了。顾夫人，你说是不是？顾母的哭声一致，钱算妈妈求你，你比默默坚强，你在孤儿院都能活下来，监狱也一定能习惯的，你就替默默顶罪吧。5年前那冰冷的话语如潮水般涌来，顾母捂着心口，摇摇欲坠。顾念初冷眼看着，心中满是讥讽。当年顾默默推人下楼，明明有监控，却被母亲第一时间删除，才导致他百口莫辩。够了！顾廷宇厉声打断，你少在这阴阳怪气，我们是疏忽了你，但你就没责任吗？你嫉妒默默，故意欺负他来报复我们，你自己心里阴暗，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怪起我们了。廷宇，别这么说妹妹。顾母抽噎着，妈，你还护着他，他就是仗着我们亏欠他，才无法无天把顾月推下楼栽赃给默默，我们让他坐了5年牢，他心存怨恨，才在这里大闹。顾母一阵心虚，忙看向顾念初，却撞见他那双似笑非笑的眼，那眼神仿佛洞穿了一切，让他心头猛地一颤，狼狈地移开了目光。行了，都少说2句。顾父微蹙着眉，试图用一家之主的威严稳住场面。初，回家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早知道你回来，我们也给你准备礼服。顾念初心底最后一丝微光被这句话吹散。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出狱？当然不知道。顾父的语气里透着一丝理所当然的无辜。爸爸要是知道，就让司机去接你了。你怎么回来的？顾念初的目光越过他，像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射向顾廷宇。我坐顾大少的车回来的。他说你们为我准备了接风宴。话音刚落，人群中便泛起一阵细碎的议论。接风宴？今天不是顾默默小姐的生日宴吗？让我们给一个劳改犯接风？顾家在开什么玩笑？顾廷宇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解释不出来。原来如此。顾念初在心中自嘲地笑了。小丑竟是他自己，他们只记得顾默默的生日，哪里会记得他的出狱之日？所谓的接风宴，不过是他沾了妹妹生日宴的光，一个随口捏造的谎言罢了。那股熟悉的酸涩涌上心头，他到底还在期待什么？再也无心与他们虚与委蛇。顾念初转身就走，可就在这时，一个白色的身影猛地朝他冲来，他那条伤腿根本来不及躲闪，砰！巨大的冲击力让他重重摔在地上，手肘和膝盖传来钻心的剧痛，本就苍白的脸瞬间失了所有血色。他忍着痛，费力地抬起头，却只看见顾父顾母和顾廷宇正将那个穿着白色羽毛礼服的少女护在中央，满脸疼惜。默默怎么样？撞疼没有？少女眼眶通红，泪光盈盈，委屈的抽泣。爸妈，哥哥，我好疼。顾家人顿时乱作一团。顾廷宇想也不想，转头就冲顾念初吼道：你走路不长眼睛吗？一股无名火猛地从顾念初心底窜起，他双手撑地，试图站起来，伤腿却一阵踉跄。他咬紧牙，恶狠狠地瞪着他。顾大少还真是张口就来，明明是他自己撞上来，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我，怎么冤枉我上瘾了是吗？在场几十双眼睛都看着，到底是谁不长眼？顾廷宇下意识地扫向四周，果然宾客们都用一种微妙的眼神打量着他。终于有人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顾大少，确实是顾默默小姐撞过去的，我们都看见了。顾廷宇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认定了顾念初就是故意的，要在他妹妹的生日宴上让整个顾家丢尽颜面。这个妹妹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眼神一沉，就算默默是不小心撞了你，你就不会躲吗？你分明就是故意的，躲？他连走路都一瘸一拐，怎么躲？他只看得见顾默默被撞，却看不见他也被撞倒在地。好，既然他这么喜欢作践他，那他也没必要再顾及他们可笑的面子了。众目睽睽之下，顾念初猛地撩起自己的衣袖，只见手肘处一片鲜血淋漓，刺目的
的红与苍白的肌肤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手掌也未能幸免，破皮之处血珠不断渗出，顺着指尖滴落在地。他高高举起手臂，让所有人都能看清，声音因极致的委屈而颤抖，带着哭腔：我有什么必要故意把自己摔成这样，就为了换顾大少你一顿臭骂？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贱吗？看着他掌心和手臂上触目惊心的擦伤，顾廷宇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火辣辣的烧起来，竟一时间不敢与他对视。出！顾母惊呼一声，松开顾默默就想上前，手伸到半空，却又怕碰疼了他，只能焦急地对着伤口吹气：你受伤了，疼不疼？那心疼的样子仿佛真情实意。就在这时，顾默默梨花带雨的开口了，声音里满是委屈：姐姐，对不起，我是因为哥哥给我订的高定礼服破了，才一时心急撞到你的，你别生哥哥的气了，他也是担心我才误会了你，我替哥哥向你道歉，好不好？他怯生生地望着顾念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连哭都透着一股楚楚可怜的美，嘴上说着道歉，那模样却活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这副受害者的嘴脸，顾念初再熟悉不过，5年前是这样，5年后他一点长进都没有。你的意思是，你哥哥担心你，就可以随意诬陷我？顾念初的眼神冷得像冰，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气。不是的，顾默默被他咄咄逼人的气势吓到，瑟缩着躲进顾母怀里，哭得更凶了。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误解我？顾母心疼地将顾默默搂在怀里，无奈地叹了口气：初，你真的误会默默了，他向来懂事，今天是他生日，你快给他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道歉？顾念初扬起眉，唇边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我到底有没有误会他？顾夫人真的不清楚吗？要不要我提醒一下？5年前。够了！顾母脸色瞬间煞白，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不要再说了！哼！顾念初冷笑一声，那一声冷笑像根针扎破了现场的虚伪。他的亲生母亲还是和5年前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顾默默，舍不得他受半分委屈，却能狠心将亲生女儿推入深渊。顾念初只觉得索然无味，他强忍着身上的疼痛，挺直了脊梁，一瘸一拐地朝大门走去。可没走2步，手臂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抓住。解释！顾念初回头对上顾廷宇那双复杂的眼睛，不耐烦地问：解释什么？怒火在顾廷宇胸中翻涌，可对上他眼底深藏的恨意，心口竟猛地一颤。他强压下怒气，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默默的礼服是怎么回事？顾念初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顾默默那件漂亮的羽毛礼服裙摆处赫然缺了一大块，明显是人为揪下来的。他冷声反问：所以顾大少认为是我干的？上我的车后接触到礼服的只有你。顾默默的眼泪也恰到好处的落下，声音哽咽：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顾母见不得养女受委屈，又不好直接责备亲女儿，只能柔声劝道：初，妈知道你心里有怨，但以后可不能再。是。顾念初一声冷笑打断了他，死死盯着顾母的眼睛，一字一句道：顾大少的车里有行车记录仪，我有没有动手脚？查一下监控不就知道了？他转而逼视着顾廷宇，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要求顾大少当众拿出手机打开监控。他笃定的态度让顾默默瞬间慌了神。姐姐，查监控就不用了吧？顾母也急忙打圆场，宾客都在，初，别闹了。一直沉默的顾父终于开口：这事到此为止，你先去处理伤口。又是这样，熟悉的戏码让他身体因愤怒而剧烈颤抖。他用力甩开顾廷宇的手，声音拔高了8度：不查监控，是想让我一直背着这个黑锅吗？我敢查，你们为什么不敢？你们在怕什么？他锐利的目光如刀子般从顾家4口人脸上一一扫过，顾父、顾母和林婉儿纷纷避开他的视线，就连一脸气恼的顾廷宇也在他咄咄逼人的逼视下败下阵来。不说，那我帮你们说。顾念初的目光冷冽如刀，一一划过他们心虚的脸庞。顾大少拿到礼服时完好无损，监控可以证明我一路没有碰过他。礼服到了顾默默手里却破了，是谁弄的？不言而喻。他步步紧逼，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所以你们不敢看监控，一旦看了，这顶黑锅就扣不到我头上，也就不能让我代替某人顶罪了，对吗？代替某人顶罪这6个字，如同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扎进顾父顾母的心窝，让他们瞬间想起了5年前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顾母当即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初，不是的，你听妈妈解释，你和默默都是我的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若是5年前那个极度渴望母爱的顾念初，或许会心软，可如今经历了5年牢狱之灾的他，再听这番话只觉得无比恶心。随便你怎么说都无所谓了，他再也不想多看这一家人一眼，决绝地转身离开。走到拐角处，一个颀长的身影静静地立在那，是苏景晨。他显然将刚才的一幕尽收眼底。顾念初的心猛地一紧，脚步却未停。他佯装没看见他，目不斜视地向前走，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酸涩的心尖上。他不想与他有任何交集，只想快点逃离这个令他窒息的地方。就在2人即将擦肩而过时，苏景晨那熟悉又陌生的嗓音在耳边响起，轻柔而坚定：初，我相信不是你。这句迟来的信任非但没有安慰到他，反而让他心生嘲弄。相信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脚步微微一顿，随即走得更快，因为腿脚不便，急促的步伐让他一瘸一拐的背影显得格外狼狈，透着一股落荒而逃的仓皇。苏景晨的心像是被无数根尖针狠狠刺穿，痛一瞬间蔓延4肢百骸，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想喊他的名字，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哽住，发不出半点声音。顾念初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那个逼仄的杂物间，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疲惫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瘫坐在破旧的折叠床上，眼神空洞，对这个所谓的家
最后一丝眷恋也被刚才的闹剧消磨殆尽。他深吸一口气，强撑着开始收拾东西，环顾四周，属于他的物品寥寥无几。他随手将换下的衣服塞进一个塑料袋里，是时候该走了。他起身去拉门，纤细苍白的手指还没碰到门把手，门就从外面被打开了。一个年近60的妇人出现在门口，看到他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绽放出难以掩饰的惊喜。大小姐，你真的回来了。吴妈。顾念初微微一怔，整个顾家只有吴妈将她当作真正的大小姐。夏日酷暑，是吴妈自掏腰包给她买来风扇；冬日严寒，也是吴妈偷偷给她塞来电热毯。想到这些，顾念初的眼眶不受控制的红了。吴妈激动过后，目光落在她手中的塑料袋上，试探地问：大小姐，您这是要走？顾念初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喉间，最终只化作一个沉重的点头。吴妈心疼地看着她，劝留的话在嘴边打了几个转，终究没能说出口。她深知顾念初在顾家的日子过得有多苦，那些冷眼与不公她都看在眼里，又怎忍心再将她推回火坑？大小姐，您要走，我不拦着。她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还是让我先帮您处理一下伤口吧。顾念初摇了摇头，神情淡漠，小伤而已，早就习惯了。这话听得吴妈心里一阵抽痛，大小姐这些年究竟受了多少罪，才会对身上的伤痛如此云淡风轻？她心中涌起一阵愤愤不平。可她只是个佣人，人微言轻，面对顾家的倾轧，她无能为力。吴妈强忍着心疼，挤出一抹慈爱的笑：大小姐，你刚回来还没吃上一口热乎的，我给你下碗面，吃完再走吧。顾念初摇了摇头，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决。不了，她怕自己的冷漠伤了吴妈的心，又补充道：早点走也好，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其实她只是单纯的不想再吃顾家的一粒米，她现在一无所有，只剩下这点可怜的骨气，哪怕去街上乞讨，也绝不愿再留在这里看人脸色。吴妈，我走了。吴妈万分不舍，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硬塞进她手里。大小姐，拿着路上用，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说着，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顾念初想推辞，可吴妈死死按住她的手。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没钱怎么行？总不能去住桥洞。顾念初咬紧了牙，泪水却无声的汹涌而下。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尚且如此心疼她，可她的亲生父母，她的亲哥哥，心又在哪里？与此同时，顾家车库里，顾廷宇死死盯着行车记录仪的屏幕。从监狱回家的整整15分钟，顾念初始终紧贴着车窗，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别说动手脚，他甚至连多看一眼那件礼服都未曾。画面切换到宴会厅，他想起他被诬陷时那冰冷对峙的神情，一股巨大的愧疚与自责瞬间将他淹没，心口闷得发疼。记忆中那个总是跟在他身后笑着叫哥哥的女孩，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浑身是刺的模样？顾廷宇疲惫地靠在座椅上，头痛欲裂。不知过了多久，车窗外隐约传来吴妈哽咽的声音：大小姐，你千万要注意安全，有困难就给我打电话。顾廷宇猛地睁开眼，正看到顾念初和吴妈在别墅门口道别。他眼看顾念初转身，单薄的背影决绝地迈向门外，一个念头在他脑中炸开，他要离开顾家。顾念初，你要去哪？他猛地推开车门，冲他大吼。这一声怒吼在寂静的庭院里显得格外突兀，吴妈吓得一哆嗦。顾廷宇一个冷眼扫过去，他便噤了声。然而顾念初像是没听见一般，依旧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这无声的漠视彻底点燃了顾廷宇心中的无名火，那点刚升起的愧疚瞬间被怒火吞噬。他3步并作2步冲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聋吗？我叫你站住！顾念初被迫回头，看清是顾廷宇后，脸色骤然一白。他确实没听清，入狱第1年，他的左耳就被打聋了，右耳的听力也严重受损，除非离得很近，否则他什么都听不清。他收回目光，倔强地想挣脱他的钳制，放开我，有完没完？他的反抗彻底激怒了他。今天是默默的生日，你在宴会厅闹不够，现在又玩离家出走，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话音未落，他已不顾他的挣扎，铁钳般的手拽着他就往回拖，那力道越来越大。顾念初只觉得手臂传来一阵尖锐的剧痛，骨头都快被捏碎了，委屈与疼痛交织，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他带着哭腔喊道：我不回去，你放我走！他的身体被他拽得踉踉跄跄，受伤的腿不堪重负，一阵阵发软。一旁的吴妈急得直跺脚：大少爷您轻点，大小姐身上还有伤啊！闻言，顾廷宇眼底闪过一丝疼惜，手上的力道下意识松了几分，却没有放开。他紧锁眉头，声音依旧强硬：跟我回家，我就是死在外面也比在顾家强。顾念初用尽全身力气，固执地甩开了他。这句话像一根淬毒的针，瞬间扎破了顾廷宇最后的理智，怒火吞噬了他。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抬脚，重重踢向他本就受伤的腿。回不回去？他本以为只是一点教训，却没想到顾念初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像断了线的木偶，重重摔在地上。他双手死死捂住小腿，身体蜷缩成一团，脸色惨白如纸，豆大的冷汗瞬间浸湿了额发。剧痛之下，眼泪如决堤般夺眶而出，可他喉咙里只能发出破碎的呜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看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顾廷宇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钝痛蔓延。他慌了神，声音里连自己都能听出心虚的颤抖：我就轻轻碰了一下，你少装可怜。腿上那蚀骨的剧痛将顾念初的神智瞬间拉回了3年前的牢笼。他记不清是为什么挨打，只记得那些人高高举起的木棍和一下下砸在骨头上狰狞狠厉的脸。他哭着求饶，换来的却是更疯狂的殴打，直到手臂粗的棍子都打断了，他的腿也生生折断。带头的女人抓着他的头发，阴冷的警告：有人特意关照我们，让你在里面好好享福。恐惧如潮水般淹没了现实，顾念初的眼神开始涣散，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嘴里不停的念叨：我错了，饶了我，别打了。那声音充满了绝望，像一只被踩断脊骨的幼兽在无助的哀鸣。吴妈早已泪流满面，心急如焚地摇着她：大小姐，你怎么了？你看看我，疼，好疼！这3个字如钢针，狠狠扎进顾廷宇的心口。他正想说我没用力，吴妈已顾不上他，颤抖着手，小心翼翼地撩起了顾念初的裤腿。
瞬间，顾廷宇的呼吸凝固了，那根本不是一条腿，一道狰狞扭曲的疤痕从膝盖蜿蜒而下，曾经笔直的骨头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凸起，整条小腿肌肉萎缩，状如枯枝，新旧交错的伤痕布满了本该光洁的皮肤，触目惊心。怎么会？他喃喃自语，大脑一片空白。监狱那2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心上。是啊，那是监狱，是关押罪犯的地方。18岁的他进去，怎会有好日子过？心一寸寸碎裂。顾廷宇眼眶瞬间赤红，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翻涌的剧痛，一个箭步上前，打横抱起因剧痛和恐惧而陷入半昏迷的顾念初，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别墅，脚步急促而慌乱。可到了客厅，他却猛然僵住，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这么多年，他对这个妹妹的关心竟贫乏至此。顾廷宇闭了闭眼，声音沙哑：“吴妈。”初的房间，大少爷这边。吴妈赶忙在前面引路。然而越走，顾廷宇的眉头皱得越紧。他从不知道家里还有如此偏僻阴暗的角落。当吴妈推开一扇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那是一个堆满杂物的储藏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破旧的折叠床和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品。顾廷宇的瞳孔骤然紧缩，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住在这里？看清这猪狗不如的环境，他怒火中烧，几乎是迁怒地对吴妈吼道：“你是怎么做事的？谁允许你让他住在这里的？”吴妈被吼得一哆嗦，既委屈又无奈：“大少爷，当初不是你让大小姐住进来的吗？你忘了我什么时候？”话说到一半，顾廷宇的声音戛然而止，记忆的碎片猛地刺入脑海。8年前，顾念初被接回顾家，他小心翼翼地指着他卧室旁边的客房，他却冷漠地拒绝了：“那间我要做书房，你换一间。”他又指向顾默默隔壁的房间，他又一次拒绝：“这间默默要做成画室，你不能住。”最后，顾念初退无可退，小声地问阁楼可不可以，他依然否决：“你是顾家小姐，住阁楼会让人笑话。”他皱着眉，不耐烦地问吴妈：“家里没有别的房间了吗？”“有是有，就只剩下一个杂物间了。”“那就收拾出来，先让他住着。”他以为的杂物间是像客房一样窗明几净的地方，却不曾想那竟是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黑屋子。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顾念初在这冰冷孤寂的房间里独自度过的1000多个日夜，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痛到窒息。偌大的别墅，连佣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可他的亲妹妹却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杂物间里，一住就是3年。吴妈踌躇着开口：“大少爷，要不让大小姐先去我房间？”“不用。”顾廷宇断然拒绝。此时他的心像是被无数细密的针扎着，愧疚与疼惜交织成一片难以言说的钝痛。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沙哑：“给锦绣打电话，让她来我房间。”说完，便紧紧抱着怀中陷入昏迷的顾念初，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的卧室。吴妈看着他急切的背影，心中总算升起一丝欣慰，赶忙拨通了电话：“喂，苏医生，我家大小姐病了，您快来一趟。”5分钟后，房门被推开，人未到声先至：“我说顾大少，你是有多没空？默默病了不好好在他房间躺着，非要折腾到你这儿来，怎么是他？”陆锦绣一边调侃着走进来，一边看向床上。当他看清床上躺着的是面色苍白的顾念初时，脸上的戏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轻蔑：“我不给劳改犯看病。”他冷冷丢下一句，提起医药箱转身就要走。“锦绣！”顾廷宇蹙眉叫住他，声音低沉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她是我妹妹。”陆锦绣脸上的冷漠如寒霜凝结：“她是你妹妹，那默默呢？默默才是和你一起长大的亲人。顾月被他害成植物人，他坐了5年牢就出来了，谁给顾月一次醒过来的机会？”顾廷宇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为难，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又松开，一边是血浓于水的愧疚，一边是从小到大的情谊，他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她毕竟是我亲妹妹。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力，却依旧固执。陆锦绣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那我管不着，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治好了只会再去祸害别人。”锦绣！顾廷宇加重了语气，一双眼紧紧盯着他，眼神里既有恳求，又有不容拒绝的强硬。“帮他检查一下，尤其是右腿。”2个男人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片刻后，陆锦绣败下阵来，无奈地叹了口气：“检查可以，但别指望我治。”他重新走回床边，放下医药箱，动作略显粗暴地拉起顾念初的裤腿，嘴里还在嘟囔：“真不知道你为他费什么心，这种人就该自生自。”抱怨戛然而止。当他的目光触及到顾念初那条腿时，整个人如遭雷击。那是一条几乎只剩皮包骨的腿，小腿骨以一种怪异的角度扭曲着，断口处的疤痕像一条狰狞的蜈蚣，盘踞在苍白的近乎透明的肌肤上。陆锦绣缓缓抬起手，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附上他断腿的位置，指尖传来的触感让他心惊胆战。尽管内心对顾念初充满厌恶，可作为医生的本能还是让他瞬间判断出这条腿伤得有多重。他的腿以前就这样吗？陆锦绣的声音艰涩。顾廷宇苦涩的开口：“在家那3年，他的腿好好的。”话音未落，空气骤然凝固，2个男人都心领神会，这触目惊心的伤是在监狱里落下的。强压下内心的惊骇，陆锦绣继续检查。随着他手指的每一次碰触，眉头就锁紧1分，脸色也愈发凝重。长期的营养不良，新旧交错的伤痕，这具身体简直像一片被肆意践踏过的荒原。他再也看不下去，猛地站起身，声音阴哑：“廷宇，出来一下。”书房内，顾廷宇沉默地等待着宣判。陆锦绣努力平复着呼吸，却依然无法掩饰声音里的颤抖。他看着顾廷宇，一字一句地凿进他心里：要造成腿骨粉碎性骨折，通常是惨烈的车祸，或是从极高处坠落。但在监狱里，他停顿了一下，让那残忍的推论自行发酵。他的腿是被人用钝器硬生生打断的。顾廷宇的身体猛地一僵，瞳孔剧烈收缩。陆锦绣没有看他，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落回那个躺在床上的瘦弱身影上，声音愈发沉重：“从伤口看，他受伤后没有得到任何专业治疗，断骨没有复位，就那么错着，任由血肉模糊地长在了一起，才会扭曲成现在这个样子。这过程中的痛苦，他能撑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剜在顾廷宇的心上。他的身体开始
始不受控制的颤抖，双手死死攥成拳，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惨白，双眼瞬间布满血丝，愤怒与锥心的痛楚像汹涌的岩浆，要将他整个人焚烧殆尽。监狱里，他们怎么敢？脑海中顾念初那瘦弱的身躯被一次次击打的画面疯狂闪现，他的哭喊与求饶仿佛就在耳边，心口的剧痛让他眼前阵阵发黑，他猛地抓住桌沿，才勉强支撑住没有倒下。许久，他才将怒火强压下去，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丝希望。锦绣，他的腿还能恢复吗？陆锦绣不忍地别开眼，缓缓的却无比坚定地摇了摇头。太晚了。顾廷宇正在原地，他不知道陆锦绣是何时离开的。回过神时，自己已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大脑一片空白。他习惯性的想去摸烟，可颤抖的手却连口袋都摸不到。最终，他痛苦地将脸深深埋进掌心，一声压抑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从喉咙深处撕扯而出，身体蜷缩着，剧烈的颤抖。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唯有无边的悔恨与痛苦在他身上蔓延。不知过了多久，颤抖终于平息，他缓缓抬起头，那张英俊的脸上，所有情绪都已褪去，只剩下一片冰封的死寂。他拿起手机，指尖稳定而冰冷地拨出一个号码，秦秘书。他的声音低沉的如同来自地狱，帮我查顾念初在监狱的那5年都经历了什么。要事无巨细。